Hey Full Family，我有好消息要跟你们公布，我可以留在马来西亚了。我刚从移民局回来，然后我拿到我的 Spouse Visa Renewal，这次不是6个月，也不是1年，而是2年。Oh my god，我太开心了！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是怎么办到我的 Visa Renewal，我花了多少时间，还有 cost 多少钱。希望可以帮到其他人，因为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不简单。然后希望其他人不要犯我犯的错误。我先从 Spouse Visa Renewal 怎么办好了。我是 Curtis， 如果你不认识我，是一个美国籍。但是我相信你不管是哪个国家，基本上应该需要的 documents 都一样。你可以问一下你的 embassy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law 或需要注意到的东西。但我这个 information 我是从移民局那个 officer 得到的，而且我是带了这些资料，顺顺利利的办到 renewal， 没有 agent。首先你需要的是这个 document， 哒哒哒哒，这些全部都是马来文。我是在移民局那边拿到的，它是 Jabatan Immigration Malaysia。我不晓得在网络上可不可以下载，如果可以的话，也许你可以少跑一趟时间，你就把它填好，它有几页，然后下面也是需要护照的照片，一张你的跟一张老婆的，是需要 Malaysia 的规格。我当初我带错了，我后来是在 Immigration 那边拍照的。贴在这里，然后另外你需要一个 appointment letter， 一定要有预约你才可以到移民局那边见到人，要不然他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需要你的护照，还有你另一半他应该就是马来西亚人，你需要他的 IC， 结婚证书也需要。还有，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最好就是把他的出生证明一起放进去，对你的 Spouse Visa 应该是有帮助的。你所有的这些资料，我刚才提到的都是需要有一个 photocopy。现在你 photocopy 其实是可以在移民局那边直接做。当你有这些资料全部都齐了之后，你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也填完了，把 passport photo 也贴上去了，你就需要一个 Sumba 就是他们的盖章。那你的盖章是可以在移民局的 ground floor 一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做，移民局那里到处问，跟他讲说你要 Sumba， 就会很多人知道在哪里。Sumba 的部分也是就排队 ，and 它的 cost 也大概是10个 ringgit， 其实不是很贵。这些都有了之后，你就可以拿你的 appointment letter 到1楼 Visa 的部分那边，他看到你资料都齐了，他就会给你一个号码。我今天的号码是5163，虽然我的 appointment 是11点半，但是我其实是2点47才有见到 officer。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些，就是你做 Spouse Visa 需要的资料。现在我就要提到到底我花了多少时间。所以我刚才提到2点47才见到 officer， 他看完了我的资料，他觉得 OK， 都是齐了。都 check 好了，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收完了之后，你会留着你的号码。接下来你就要等付钱的时间。我是等到3点57我才可以到柜台付那个 payment。我付完钱了之后，还是要再等一下，等他开始 process 这个东西。真正拿到我的 Spouse Visa 的部分是在5点10分左右。所以我总共今天在移民局花了是大概5个半小时，但我其实是更早就已经到准备这些资料了。所以我觉得抓个最少5个小时吧 ，unless 你是特别的幸运。钱的部分有几样。第一个就是所有的 document 就需要有 photocopy 嘛，那这些我都是在移民局那边做的，基本上把 photocopy 都印完了，加上我的 appointment letter 是花了大概8个 ringgit， 我的 stamp 那个 Sumba 是10个 ringgit， 护照的照片有一组是我的，一组是老婆的，总共是30个 ringgit， 一人15个 ringgit， 然后 spouse visa 的部分总共是192，所以我总共花的是240个 ringgit。我这一次能拿到2年的 spouse visa，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这已经是我第3次 renew， 越成功 renew， 它下一次就可以再申请长一点的几率就更高了。加上我这一次 renew， 我是有带我的女儿的出生证明，有孩子的话，他会更愿意让你 renew 久一点。那我也想给你们一些我这一次学到的一些 tips。我第一个 tip 是，如果你的 spouse visa renewal 可以在网络上做的话，我建议就直接在网络
上做。虽然我个人没有做过，但是我听那些 officer 讲说是比较容易的。我的部分比较特殊，是因为我需要 renew 我的 passport， 所以就不能在网络上做这件事情。我第二个建议就是提早预约，因为那些预约的 slot 真的是很快就满了，大家都在抢。那如果你要的时间都已经满的话，你可以每天去 check 一下，因为只要有人 cancel 掉那个 slot 的话，会就 open up， 就是可以再出现。我个人一开始是 book 不到的，是别人跟我讲说，18号有一个空位刚空出来，你要不要去 book 看看？我才成功的顺利 book 到，所以你可以继续 double check 一下。但如果你真的 book 不到的话，我等一下还有一个 tip， 也许可以帮到你。第三就是你所有的 document 其实都是需要 print 出来，又需要 photocopy。如果你在家里有 printer 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在家里就 print， 可以省一点钱，又省一点时间，你就不用在那边排队。第四个 tip， 建议不要你12点的时候去做你的 visa， 因为 immigration 那边的 officer 是1点到2点休息吃午餐，所以如果你像我的 appointment 是11点半，基本上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轮到你见 officer， 他们就要去休息了，所以2点前应该也是见不到 officer。如果能越早的话越好。第5个 tip，expect 那个 process 是比想象中还久的，因为太多东西可能会漏掉，而且那边真的是很多人，你就当做你整天就是会办这个 visa 的事情。第6个 tip， 如果你需要 renew 的 visa， 但是你真的 book 不到 appointment 的话，这个是里面的 officer 跟我讲的，因为我当初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个 officer 就建议我直接在网络上做一个 appointment， 就算它是超过你 expiration 的日期，你只要有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你把那个 letter print 出来，你在你还没有过期的前几天哦，前提是还没过期，到了移民局，你跟他讲你是个紧急，因为你过几天你的 visa 就要 expire 了，你也有 appointment letter， 只是你 book 不到更早的时间，不是你不想要，他们看到是 emergency， 应该是会让你进啊，就会给你一个号码，但这是那个 officer 跟我讲的，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我不太确定。So try your own risk， 如果你是真的是 last resort 的话。那第7，如果你有会讲马来文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学一点马来文的话，对于整个 process 都有帮助。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更多人顺顺利利办到你们的 visa。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Good luck，love you guys，拜拜。